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瑞典、芬兰、挪威、丹麦4国提出了一个北欧空军项目。那么，这个北欧空军项目呢，表面上看起来是这北欧4国提出来的，实际上它背后操纵的这个幕后操手是美国，因为就是瑞典和芬兰还没有加入北约，只是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作为就是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是还没有完全赞同，因为他认为就是瑞典、芬兰你这样的国家加入北约，你不能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你不能说反对这个就是土耳其，因为你要是支持反土耳其政府的这个武装或者组织，那土耳其当然不干了。所以呢，他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批复或者是答应。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北欧的这4个国家已经在美国的就是幕后的支持下，实际上要成立这么一个北欧的空军联合项目。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项目呢？首先，北欧这4个国家都靠近北极，那么在海上方向在围堵俄罗斯的时候，那么从空中方向要从西边要对俄罗斯也进行围堵，而仅仅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要成立这么一个就是北欧的空军联合项目，让他们这4个国家按照北约的标准，把自己的这个4代机和5代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的空中战力，然后呢来应对这个俄罗斯。首先呢，这是为美国的就是北约东扩这样一种战略来服务的，这是第一点，所以美国是积极支持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国家还并不都是北约的国家，但是现在呢，要按照北约的标准来组织这样的编队，来组织这样的装备，这就带来问题了。美国明明是给土耳其难堪，因为你土耳其现在还没有答应瑞典芬兰这样的国家比如正常的加入北约，但是美国现在已经说了，你不要看土耳其那一票，他那个无所谓，也就是土耳其在这个北约中的这个分量就是你虽然说是要全票通过，但是美国根本就没拿你当一回事儿，这也可能就引起土耳其的不满，因为土耳其当购买了俄罗斯的装备，就是 S-400 这种防空反导系统以后，美国就卡他说，既然你要敢选择俄罗斯的装备，那我美国就不向你提供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了，你生产的零部件我也不让你再继续生产了。所以这是给土耳其一个难堪并且对他也是一个就是威胁或者打击。那现在尽管你土耳其为了自己的利益、国家的安全，其他的国家你要是加入北约的话，你不能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你不能说反对土耳其的县政府那美国说这个我可管不了你那么多了，所以也没把它当回事儿。那如果你北欧的这4国成立这么一个空中的或者空军的联合项目尽管你土耳其你不支持，你反对，但有什么用呢？无济于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除了就是这4国能不能够组成相关的这几百架飞机，因为要4代5代的战机，然后呢还要成一个体系来应对俄罗斯，因为你那个地方一没有海盗，二没有其他的恐怖分子，你组织这么一个空中的联合的作战部队这么大规模的而且现代化的装备，你对谁的？还不就是对俄罗斯的吗？那这样一来，组建这个空军联合项目的目的就更为明确，就是在北极方向，在北欧方向要加强对俄罗斯的这种围堵和打击。那第3点就是说，如果这个组织成立起来，虽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它可以从这个俄罗斯的西边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威胁，或者是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它有除美国以外的这些就是北约的兵力，或者是这个所谓盟友来帮助美国推行挤压俄罗斯、威胁俄罗斯的这些政策。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讲，那黑海怎么办？那这个土耳其方向怎么办？你把这个土耳其得罪了，那土耳其可能就会跟美国更加离心离德。那么在黑海方向你在这边挤了，他从这边出去了就从黑海方向出去了，因为土耳其
啊，对俄罗斯的这个舰艇可能就故意的放一马呀，那你这个围堵的这个高墙实际上就出现了破口。所以美国啊，它的这种就是搞大国对抗、搞冷战思维，搞这个北约的东扩啊，实际上它有很多的难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即使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里边，它也不是同心同德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只要它秉持这种大国对抗，只是为了美国的一己私利啊来推行这样的政策，那么这种军事集团就是像比如说瑞典、芬兰啊、丹麦、挪威，他们成立起来，这个也是一个形式，它不会有真正的作战能力，或者说真正形成一个合力来对俄罗斯啊进行啊这种真正的威胁，只会使地区的就是对峙的情绪加剧，只会使他们这种邻里关系更加恶化。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想这些国家他会看到啊，就是俄罗斯事实上并不对这4个国家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后面体现的是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博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